普京在莫斯科召开的上合组织国防部长会议上就明确地表示，说有必要在上海合作组织和独联体的框架之内引进最先进的现代武器和装备。俄罗斯这是要拉下面子来买中国的武器吗？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要说起来普京这个话还是很现实的。那个中国的武器箱这很适合上合组织和俄罗斯的。俄罗斯呢，引进中国武器的可能性，它是在增加的。我们看这次上合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它的主要议题呢，就是国防政策领域的持续沟通交流，分享这个军队建设的经验，加强军事技术的合作，引进最先进和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这个时候谈到对外引进武器，特别是会暗示引进中国武器呢，确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而且普京的用意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来看几点第一呢，现在应该说是形势比人强了。通过俄乌的冲突，大家都看到了俄式武器的落后，特别是在全新领域的，像这些无人机呢、先进火炮和火箭炮系统精确打击弹药先进的这个军舰和战场感知以及电子装备方面的，俄罗斯他们这方面明显感觉是跟不上趟。我想俄军在这方面他有更深的体会。第二呢，你看这个上合组织之中除了印度它有这个引进先进武器的渠道之外呢这个其他的这个渠道几乎就是没有先进武器的研制和批量生产能力的国家，那也只有中国了。而且这个中国武器的水平和西方的发展是同步的并在一些领域呢有所领先和超越。你就比如说咱们的 AR-5火箭炮，那远比美国的海马斯要强而且咱们反这个小低慢无人机的这个各种武器系统，那更是齐全。你就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沉默猎手的激光武器，它就经过实战检验，而且战果还相当不错的。第三呢，俄罗斯和独联体他们是熟悉中国武器的，毕竟中国武器很大程度上以前是源于苏联的，尽管呢经过几十年的演化，已经自成体系了。但是呢，在武器本身操作和作训体系上，俄罗斯和上合组织的上手非常的快。特别是我们有些这个弹药你比如说我们精确制导武器、防区外的这些打击武器，以及这个空射的对面、对海面、对地面打击武器的话，其实跟俄罗斯的舰艇还有飞机这个平台很容易就匹配到一起。以前我们跟俄罗斯在进行联合军演的时候，俄军就直接使用过我们中国的武器。第四呢，普京的这番话似乎他是这个为中国武器进入这个上合组织和独联体的这个体系之中呢，就开了一个口子。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是普京在推销俄罗斯的武器。俄罗斯军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排名现在已经跌出了前20名，而这前20名呢，全部是中国、美国还有欧洲的军工企业。俄罗斯的6家军工集团呢，居然是排到了30名以后。那么推销俄式武器呢，就能把独联体大多数的国家这个军事体制紧紧地连在俄罗斯的体系之内，这有政治上的考量。现在咱们就要看俄罗斯能不能放下这个面子，放下这个架子，特别是俄罗斯内部的自尊心非常强的那些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俄罗斯要是想要的话咱们从这个技术和产能的角度来说，那中国可以随时安排不过有一点咱们还是必须得强调一下即便是我们可以给俄罗斯提供这些先进的武器，那也在俄乌冲突之后，我们中国会继续坚持我们中立公平的原则。这还有一点我们也会谨慎的去评估上合组织内部的各种关系。我们真的要在这个上合内部销售武器的话，一定会出现这种大型的主战装备，这会改变整个军事乃至政治的权重。所以呢，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慎重的考量过程。